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回顾，事实证明，因演技差而被骂的李沁，实际已经打出了一副王炸。娱乐圈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，85后的赵丽颖与杨幂还正在发光发热，00后的赵今麦以及张子枫等人便已经强势出场，这让90后女演员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。在众多90后女演员中，能打就只有杨紫以及谭松韵。不过这两位的戏路却十分有限，唯一能够称得上有希望的，也就是李沁，无论是人气或者演技都比较受观众欢迎。然而就在今年的人生之路开播之后，李沁却惨遭滑铁卢，观众们对她的演技产生了很深的质疑，频频吐槽。可能李沁怎么也不会想到，32岁的她竟然会以这种方式败光自己的路人缘。那么这个曾经宁愿放弃昆曲也要演戏的李沁，未来的成就真的到此为止了吗？提起李沁，人们总会想起那位拿着鸡腿的姑娘。在《庆余年》中，李沁饰演的鸡腿姑娘虽然出镜率并不高，但却俘获了很人的心。或者就是《楚乔传》中的元纯公主，国破家亡，爱人背叛，惨到令人心碎。尤其是在元纯黑化之后，那破碎后的凄美以及无力的呐喊，更是让她一举成名。甚至当时有人说过，元纯公主这一角色，李沁可以吃一辈子。不过李沁并没有局限于这种类型的剧本，而是选择挑战自我，接受了《白鹿原》的拍摄。《白鹿原》作为写实年代剧，最为考验演员的演技。在当时，杨幂根本就不会碰这种类型的电视剧，而赵丽颖也在向着这个领域努力。反倒是李沁直接弯道超车，凭借该部影视剧入围白兰玉的最佳女配角，超越了85花，成为了90后中前景最广的演员。而在此之后，李沁再接再厉，先后拍摄了《建军大业》以及《庆余年》，好评如山，吸粉无数。按这样势头走下去，李沁的事业应该非常好，但是事实却并不是这样。相反，李沁渐渐地在影视圈中消失，甚至一度失去了消息。直到今年，李沁再一次回到了大众的视野之中，同样是因为一部电视剧大火。不过与之前不同，这一次李沁是被吐槽出名，原因就是她演得太差了。这就令人很震惊，明明在之前李沁的演技还是公认的不错，怎么现在会被人吐槽演技差？但实际上看一看今年她拍的剧就知道，她的演技真的下降了。人生之路同样是一部年代剧，它是热文《平凡的世界》前文所改编，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，很具有艺术气息，那么自然它的质量也是很高，由陈晓、李沁主演。不过李沁却并没有吃到该剧的福利。从镜头来讲，这部剧不同于《庆余年》，它给女主李沁的镜头还是非常足的，但问题就出现在李沁本人。看过剧的网友们一致认为，李沁的表演太过浮夸，看着令人尴尬。就比如在说话的时候，李沁非要整张脸都皱在一起，表情十分夸张，给人一种用力过度的感觉。如果是爆发吵架的镜头，李沁表现成这样倒也算了，但是在平常说话的时候，李沁还是这副样子，实在是令人难以忍受，看着浑身别扭。并且李沁在台词方面也有问题，她的咬字太重了，每一句话说起来都清晰无比，甚至连带着表情也略显扭曲。但是在这部剧中，李沁饰演的角色刘巧珍原本就是一个不认字的女性，说话的形象与李沁表演出来的根本不符。再就是李沁与剧中人物的形象也不搭边，在这部剧中，李沁把整张脸做得非常黑，给人的感觉就是在刻意的融入那个年代，并不是那个年代里的人。有一位网友总结得十分到位，
李沁只是将自己扮丑扮土了，但是却并没有扮旧，因为她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，没有褶皱，这是一个大问题，因为它容易让人们出戏。看看樱桃演的郑娟，以及吕艺演的贺秀莲就知道，扮土扮旧可以，但扮丑真的没有必要，毕竟人们的审美决定了影视剧的下限。而且看看李沁近年的作品，其实不难发现，李沁的夸张式表演实际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。自李沁出演《庆余年》之后，她先后拍过《温暖的抱抱》《爱上特种兵》以及《海上繁华》等多个影视剧。然而无一例外的是，这几部影视剧评分都十分的低，可以说是实现了3连扑。首先就是《温暖的抱抱》，它是一部喜剧电影，由沈腾客串，常远、李沁主演。从阵容上来看，确实很值得看，但是在一上映之后便惨遭滑铁卢。而这也是李沁第一次被质疑演技的影视。在这部剧中，李沁的表演与电影可以说是格格不入，夸张、刻意，可以说是完全颠覆了网友对李沁的认知。不过因为这是李沁首次出演喜剧电影，所以当时人们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觉得李沁并不适合演喜剧而已，于是将所有的锅甩在了常远身上，说他剧本做得不行，演员也不会挑。不过在接下来的《爱上特种兵》中，李沁却证明了温暖的抱抱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常远一人的锅。理论来讲，《爱上特种兵》就是一部妥妥的言情剧，经常演流量剧的李沁应该十分容易的便能把握住这部影视剧的表演，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。这部剧在刚一上映就遭到了无数人的吐槽，不仅仅是剧情老套、人设尴尬，还有李沁咋咋呼呼的表演方式，以及说的十分用力的台词。按道理来讲，李沁不应该出现这种低级的错误，但是他偏偏就出现了，这让很多人瞬间就丧失了观看这部剧的欲望。不过因为这部剧的剧情设计确实有些老套，而且剧情也十分的荒谬，所以网友们仍然将这个锅甩给了剧组。对于李沁只有一句，选剧本的眼光实在不行。但是在之后的几部影视剧中，李沁仍然没有改变这种表演风格，甚至在《海上繁花》这部剧中还被冠上了面瘫脸的称号，动作极夸张不自然，又没有任何的情感，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紧紧的在念台词。这也让很多人觉得李沁真的不适合做主演，毕竟她之前饰演的配角都很优秀，但轮到自己当主演了，却洋相百出。而接下来的《请君》更是不能看，同样也是一部爱情喜剧，带点俏皮那种类型，但是李沁演的人物却丝毫没有代入感，不仅台词生硬，就连动作处理的也十分不自然。所以在《人生之路》上映之后，李沁算是彻底耗光了路人缘，有很多人开始说李沁之前都是在假努力，她演戏一直没有用心，才会退步。不可否认的是，李沁的演技确实有被高估的成分，但那主要是因为她当初演的元淳公主以及《白鹿原》中的田小娥实在过于优秀，尤其是田小娥吃野菜那一段，经典到不能再经典，甚至可以写进教科书。反倒是看看现在的李沁的演技，可以说是天差的别，如此大的反差，确实很难令人接受。不过也不能因为一时的失败，就否定掉李沁先前的成功。作为登上白蓝奖的人，李沁的演技是绝对可以的，问题就是她迟迟没有把握住自己适合出演的影视剧类型。有网友对于此次李沁的不断失利做出了这样的猜测，那就是她现在在不断的进行扎戏，想要将自己的戏路变得更为广泛。实际上不难看出，这正是李沁目前的困境。其实看看李沁出演的所有作品，可以发现，凡是让李沁出名的影视剧都是苦情戏。在2010年的时候，李沁凭借着《红楼梦》中的薛宝钗拿下了表演新人奖，正式的踏入了娱乐圈之中。
这是李沁所出演的第一部影视作品，而在这之前，李沁是靠着昆曲吃饭的。当时的李沁在昆曲上可是大行家，被国家培养了7年之久。长时间的昆曲练习，为李沁的气质添了一些恬静，外加他那天生的清冷脸，也就是苦相脸，让他在苦情戏中如鱼得水。李沁一伤心，不用刻意修饰，就能够轻松地将人物的忧郁感以及破碎感展现出来，引起人们的垂怜。就比如李沁早期的作品，像《风吹半夏》《千金归来》《璀璨人生》等剧，都受到了一致的好评。可以说，李沁的起点是十分高的，但问题是，他却迟迟没有火起来，原因则是能拿得出来的代表作太少了。这一点从他老是饰演配角就能够看出来，李沁演配角的成绩比主演的成绩高得多，这也造成了他戏路的受限。外加这些年又要残角又要剧本好的影视剧，实在是不多见。李沁能够选择的剧本太少了，并且还不敢保证拍出来就是好剧，但是没有好剧，他怎么火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，李沁只能追求转型，但是转型哪是那么好转的？就比如《温暖的抱抱》，李沁想要转型喜剧，但却又显得格格不入，只能以失败告终。喜剧不行，李沁只能试试言情偶像剧，想要凭借着自己的颜值来一场超甜的恋爱，结果情况还是不容乐观。所以在后期，李沁饰演的电视剧种类五花八门，杂乱无章，古装戏、农村戏、喜剧几乎什么都涉猎了，但是偏偏都没有成绩，能够拿得出手的依然还是那几个残角。面对如此情况，李沁能够怎么办？只能再回到苦情戏上面了。于是人生之路上映了，但是经过他长时间各种类型人物的乱串，已经让自己的表演风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这种改变不能说坏，只能说是李沁没能把握好。就比如人生之路的后半部分，能说李沁演得不好？带着孩子生活艰难，在这关键的时候，丈夫还忽然死了，李沁真的是将那种困境饰演得淋漓尽致，引起了人们的共鸣。这也是李沁面临的第二个难题，非科班出身，演戏的基础知识不够踏实。虽然他之前昆曲特别厉害，但昆曲的表演方式却与影视剧的表演方式有着很大的区别，这也造成了一种假象，就是李沁总是看起来要火，但是总是火不起来。原因就出在这里，专业的演技还是不够到位。这一缺陷就如同天辙一般，挡在李沁的面前。面对这一情况，李沁最好的选择就是好好的沉下心来，提升一下自己的基础知识。凭借着他的经验以及天赋，这一次学习势必会让他烈火重生，再一次登台势必会给观众带来惊艳。至于说李沁假努力，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回答。李沁的努力是很多人有目共睹的，他从一无所有走到今天，受过的委屈，做出了努力不比任何一个人少。在拍摄《白鹿原》的时候，李沁提前去学习了很长时间的脂肪，面对破防以及满地的虫子，二话不说就躺了下去。看着沾满泥土的食物，李沁也是直接开吃，没有任何的架子，敬业的精神让整个剧组赞扬。李沁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：我只能不断地往前走，因为我并没有退路，这是我的选择，不会后悔。结语：李沁虽然一直没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大火，演技也有些许的缺陷，但是实际上李沁已经走上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庄康大道。在别人看来，连续哭了多场戏的他似乎已经成为了笑话，但其实不然，这只是李沁爆发前的积累。